距离2月初2龙抬头还有2天，叶晨和萧初然已经做好了北上燕京的准备。叶晨订好了明天中午飞燕京的机票，也订了体育场边上最好的酒店套房，打算和萧初然一起到了燕京，先随便逛逛，看完演出之后在燕京待2天，到处玩玩。到处玩玩的想法是萧初然提出来的，他故意让叶晨做了一份4天的旅游攻略，说是要跟叶晨一起游玩燕京，但实际上只是不想让叶晨起疑心，知道2人要单独出去几天，中间还要给叶晨过生日。马兰在出发前拉着萧初然去自己的房间说了一阵悄悄话。萧初然从马兰房间出来的时候，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，眼神像做贼一样四处张望。这一晚躺在叶晨的身边，萧初然彻夜未眠，与他一样彻夜未眠的还有正从法兰西赶赴燕京的塔瓦纳斯维特。此刻的他正坐在私人飞机跨越亚欧大陆，只不过他没有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，而是特地借用了伯纳德·埃尔诺的私人飞机，为的就是不被外界发现自己的行踪。否则一旦他的飞机动了，全世界人民都会知道他下一站要去哪里。他可不想提前暴露自己的行动轨迹，以为他还等着去燕京给叶晨一个惊喜。顾秋怡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出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神秘嘉宾。只是他与顾秋怡达成了闺蜜协定，这件事绝不对外透露分毫，不让外界知道，也不让叶晨知道。而他将会在顾秋怡演唱会的现场，在顾秋怡演唱那首《刺客》的时候，吊着威亚从天而降，与顾秋怡共同演唱这首歌。他之所以费尽力气从法兰西赶去燕京参加这场演出，就是因为这场演出叶晨会在观众席观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天还将是叶晨的29岁生日。一心痴爱叶晨的他，自然不愿意错过为叶晨庆祝生日的好机会，哪怕只是在台上为叶晨献唱一首，他心里也非常满足了。飞机上，助理见他还没有休息，便来到他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斯维特小姐，刚才崔佛肯尼迪先生对媒体爆料，说你们将择日举办订婚仪式，媒体正在热炒这个新闻，您看要不要回应一下？”塔瓦纳十分诧异地问道：“崔佛什么意思？最近不是都不怎么联系了吗？怎么忽然放出这种消息？”助理摇摇头：“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，要不您跟肯尼迪先生联系一下。”塔瓦纳无奈，有些烦躁地说道：“把卫星电话给我。”助理立刻将卫星电话递给他，而他则第一时间打给了崔佛。崔佛此时正在家中闭门谢客。自从他对媒体放出要订婚的消息，无数电话打爆了他经纪人的手机，甚至不少粉丝和媒体跑到他居住的豪宅外面蹲守，希望能够采访到他。崔佛此时还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，因为他还在等塔瓦纳联系自己。他知道塔瓦纳如果看到这个新闻，一定会第一时间跟自己联系，自己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跟他好好沟通一下。不然的话，自己打电话他都不接，偶尔接了也是找各种理由仓促挂断，根本不给自己一个开诚布公的机会。之所以对外这么宣布，主要也是为了逼着他跟自己联系。这时，手机忽然接到塔瓦纳的卫星电话，他立刻按下接听键，开口道：“嗨，宝贝。”塔瓦纳有些浑身不自在，开口问他：“崔佛，你为什么要跟媒体乱说话？”崔佛说：“乱说话也不算吧，我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，而且之前也已经谈到了结婚的事情，我还说要找机会跟你求婚，你也口头答应我了。”塔瓦纳立刻道：“那也只是口头答应，做不得数的，更何况就算如此，你也要先求婚，我再决定是否答应，哪有不经过我允许就直接对媒体胡说的？”崔佛有些不爽，反问他：“我要是不乱说，你会给我打电话吗？这段时间你一直躲着我，就算是出去度假也躲着我，为什么？你要是想跟我分手就直说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，把问题解决掉，但不要用这种避而不见的冷暴力来对我。”
塔瓦纳道，我最近事情太多，还没有抽出时间，等我时间宽裕了，我自然会跟你好好聊一聊。你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崔佛声音越来越大，怒吼道，我如果再等下去，你就彻底离我而去了。塔瓦纳，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姓叶的，但是我劝你认清现实，你和他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他有老婆，而且还有顾秋怡那样的未婚妻，怎么可能轮得到你？塔瓦纳心虚又气愤地说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操心。崔佛反问，那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我是继续等你，等到你回心转意，还是你直接给我一个准话？我们到底要不要正式结束这段关系？塔瓦纳沉思片刻，冷静下来，认真道，崔佛，我们到此结束吧。说心里话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对不起。电话那头的崔佛语气出奇的平静，说，塔瓦纳，你可以不爱我，但你要爱你自己，爱上那样的男人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份爱放在心里，然后找一个能够包容你心里有其他男人的男人结婚。久而久之，或许能冲淡你对他的感情，可如果你一直深陷其中，很可能会耽误了自己，浪费了自己的宝贵青春。塔瓦纳沉默良久，微笑道，崔佛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明知不可为，却也不愿彻底放弃，更何况我还有大半生可以浪费。说罢，他没等崔佛回应，便开口道，分手吧，崔佛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我知道你也是爱面子的人，所以这话我不会对媒体说，我给你2个月的时间，到时候你来对媒体解释清楚。这2个月内，我不会跟你见面，也不会回应任何关于订婚的谣言。接着，塔瓦纳挂断电话，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，2颗眼泪自眼角无声滑落。农历2月初1，叶晨与萧初然乘飞机前往燕京。就在他的航班起飞后不久，栖霞寺中，唐四海也做好了启程的准备。为了不留下可供查验的记录，安承熙为他准备好了一架从沪城起飞，前往澳大利亚最大城市墨尔本的货机。这架货机隶属于安承熙麾下产业，但与破青会的运输公司不同的是，安承熙的运输公司几乎全部都是合法且光明正大的生意。他实际控制的运输公司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快递物流集团，拥有亚洲最大的全货机机队，甚至在内地拥有自己独享的货运机场。他的货机机队自购货机数近100架，租赁货机也达到数十架，已经打造出了一条覆盖全球的航空运输网。这家公司每天都有往返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的货机，而且所运载的所有货物都是清晰可查，底子清清白白，让唐四海乘坐这架飞机出境。安承熙有办法让他避开所有海关与监管。抵达澳大利亚之后，直接有机场地勤工作人员接应，将其伪装成地勤之一，即可丝滑入境。而待他完成任务返回的时候，只需要同样以地勤工作人员的身份返回机场，原本那位地勤就可以正常投入工作，而唐四海就可以乘坐另一个航班离开澳大利亚。临行之前，安承熙叮嘱唐四海，四海，你此番前往澳大利亚，一定要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，只要你能成功完成任务，晨儿的人生就将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了。唐四海立刻恭敬地说，夫人放心，在下一定不辱使命。安承熙道，你的飞机今天夜里起飞，抵达墨尔本的时间是华夏的明天中午，那时候囡囡的演唱会还没开始。如果萧家姑娘在第2天清晨按照计划把消息透露给晨儿，晨儿飞抵墨尔本至少也要等到华夏时间的第3天晚上，留给你的时间足够多，你一定要在晨儿抵达墨尔本之前离开澳大利亚。唐四海重重点头，夫人放心，一切完成之后，我将在墨尔本静候，一旦少爷顺利登上前往墨尔本的飞机，我便立刻启程离开。好，安承熙说，我给你安排了飞大阪的航班，届时我会在京都金阁寺等你。
唐四海惊讶地问：“夫人下一站要去日本？”“对。”安承熙点头说道。“你忽然在澳大利亚出现，引晨儿南下澳洲，待他从澳洲返回，发现萧家姑娘和她父母又忽然人间蒸发，他很容易就会猜到，这是你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届时，晨儿也会知道萧家姑娘一家三口的离开是你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他未必会怀疑你的为人，但一定会猜出你唐四海背后另有其主。以他的性格，绝不会稀里糊涂地接受这一切，必然会想办法弄清楚事情原委。所以我和孙姐，以及其他所有与晨儿与萧姑娘有过接触的人，都要在晨儿回来之前离开华夏，以免节外生枝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金阁寺的住持是景清的弟子，他已经提前安排金阁寺闭寺重修，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段时间。景清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因为在佛法上无与伦比的天赋与造化，在整个东亚佛法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拥护。不少东亚高僧为了更上一层楼，都有拜景清为师，跟他学习佛法的念头。景清也根据不同人的佛缘，收了几个不记名的弟子，金阁寺的住持便是其中之一。”安承熙知道叶晨对萧初然感情很深，唐四海背着他把萧初然弄走，他一定会拼尽全力寻找，所以干脆先离开华夏，以免被叶晨抓住线索。而金阁寺正好是个不错的去处。